我意外穿进剧本世界，成为了剧本里的悲催女主。周姨娘陷害原主母亲通奸，赶出相府，又诬陷原主偷了祖母手镯，被罚禁闭，还在她的饭食里下了西域蛊虫，导致原主身材肥胖如猪，最后被江家庶女江洛薇羞辱致死。我可不是原主，想要害我的人，我只会10倍、100倍的还回去。小姐，我来帮你梳妆。小姐，你真的要违背老爷的命令擅自出去吗？老爷和老夫人怕是不想看见你。传说中有一种草生长在湖底，这种草能治百病，可惜寻常人见不着它，只有星辰的人才能在湖底看见。刚好这种草能治老夫人的咳嗽。这种民间传说一看就是骗人的，奴婢不相信世间会有这样神奇的草。不信，那就对了。小姐说什么？一会儿天黑了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小姐，院子的门锁着，咱们要怎么？傅林，你翻过墙吗？啊？爷，还是没有长公主的线索。是他。爷，要不要我？不。那是谁？听说是江相国的嫡女犯了错，被禁足在偏院。江家嫡女，倒是有些不走寻常路。小姐，我们不是去前厅吗？怎么来这湖边啊？来人！二小姐落水了，快来人啊！是水里的是谁？大少爷，是二小姐，二小姐落水了，你快救救她！想出计谋，去叫人。好。娘，明天早上还想吃点什么？生蚝，乳山的。那没问题呀，明天我就让人运过来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二小姐掉进湖里了。胡闹！是谁允许她私自出来的？大少爷为了救二小姐，也跟着跳进湖里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孙子跳进湖里救那个惹祸精了？老夫人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伤了身子。是啊，尊母，还是身体要紧。快带我去湖边，川儿，千万不能有事。快去！江书记，你疯了吗？大哥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
你这浑身都湿透了，冷不冷啊？你没事吧？这个就是江初见。初儿见过祖母，爹爹。难道西域蛊虫没有作用？它怎么比我还美？她不是被关禁闭3个月吗？怎么跑出来了3个月不见，妹妹的变化可真大呀！看来娘亲把你照顾得不错嘛，弄得我都有点羡慕。姨娘对我的好，初儿都记在心里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听闻你被父亲关禁闭3个月，那你怎么又会提前出来掉进湖里，还让川儿迫不得已跳下去救你？就剩几天你都待不住啊？非要在祖母寿诞的时候跑出来吗？啊！若是因为你川儿出了事儿，你看我祖母，我没事儿，也得亏你没事啊，要不然我饶不了这丫头。对不起，祖母，都是初儿不懂事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小姐落水都是为了老夫人。小姐落水都是为了老夫人。福林，快别说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父亲，都是福林在胡说。小姐今日恰好读到一本书，书上说有一种神奇的草，长在湖底能治愈百病。小姐是决心为老夫人寻药，才会不慎落水。哼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这本书还在梅香院桌上放着，老爷若是不信，可以让人去取来。这种胡编乱造的神话传说你也相信？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初儿也愿意冒险一试。只是没想到，连累大哥下水，都是初儿的错。初儿愿意受罚。你这孩子，以后不准再干这种冒险之事。初儿谨遵祖母教诲。老爷，的确有关于这种草的记载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你自己不解释，偏要丫鬟替你辩解？不管什么原因，女儿违背了父亲的禁足，就是错。女儿理应受罚。初儿，难得你这么懂事孝顺，先起来吧。之后的禁足，初儿再也不会偷跑出去，惹爹爹生气了。罢了罢了，这孩子也是为了我才干这种傻事儿，今天便解了你的禁足。谢谢祖母，谢谢爹爹。谢谢爹爹。去把二小姐的房间收拾一下，让她还住回自己的依兰院。是。老爷，这么点小事就由我来安排吧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你们赶快回去换换衣服吧。别冻着了。啊，我们走吧。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大哥，这件斗篷，初儿洗净之后就会还给大哥。大哥为了救我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初儿真的很感激。你我本应该是最亲近之人，可你为什么要干出偷盗这种令人不齿的事？早点回去沐浴。娘，你不是说已经把细玉蛊虫下到那个贱人的饭菜里了吗？为什么他的身心还会如此鲜血？难道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？别急，
这件事娘自然会查清楚。小姐，你发烧了？不是，只是做个实验，服用了一些会让体温升高发汗的药，看起来与发烧无异。实验？明日你去把那件斗篷送还给我哥，告诉他我生病了，去不了。小姐是想庄生病，借此缓和你与大少爷的关系。小姐是想庄生病，借此缓和你与大少爷的关系。他在家中的地位仅次于我的父亲，我要成为他心尖尖上最疼爱的妹妹。若是我去了，他还是像之前那样对你不闻不问，该怎么办？他不会。周姨娘明日应该会找你。找我？我中了毒，反倒变美。他们想要弄清楚其中缘由，就只有找你。想来应该先是利诱，再是威逼。小姐放心，奴婢绝不会出卖你。不，我要你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出卖我。啊！若是他们问起来，就说我的饭量与日俱增，只吃不胖。是小姐。他们想让我受尽折磨变丑，那我就牙还牙，把这虫还回去。初儿，昨夜回了怡兰院，睡得可好？劳烦姨娘牵挂，初儿睡得很好。姨娘这么早过来是为何？初儿，之前你只有福林一个贴身丫鬟，哎呀，实在不符合你相府嫡女的身份。如今你都解了禁足了，我便挑了2个丫鬟来服侍你。多谢姨娘关心，我没那么娇气，有福林伺候我就够了。这怎么行啊？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那外人会觉得我这个当姨娘的苛待你。你们2个还不快去服侍小姐？小姐，我们帮你洗漱。这么快就想在我身边安插眼线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去叫大少爷。起开！初儿，哎呀，初儿啊，你可不能有什么事儿啊，初儿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快去救救我家小姐吧！初儿她怎么了？我家小姐在湖中受了风寒，昨夜便发起烧来。周姨娘强行留下的2个丫鬟动作粗鲁，一下就让小姐体力不支，晕倒了。昨夜就发烧，为什么不去找大夫？我却怕老爷和老夫人也烦，就不敢伸手。去一趟怡兰院。初儿，你别有什么事儿啊，初儿。燕川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小姐怎么会突然晕倒？这是因为姨娘怎么找的人，居然能把初儿弄晕？哎，是我思虑不周，挑的这2个丫鬟也笨手笨脚的。哎，不过眼下初季的病情刻不容缓呀。你出去吧，我让人带了退热散。也好，那我先带人回去，你在这儿我也放心。该死，江燕川什么时候
手这么关心江书记了？他不是最看不惯人品低劣之人吗？我是在做梦，还是哥哥真的来了？小姐，你不是在做梦，是大少爷真的来看你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会？既然发烧了，为什么昨晚不来找我？我怕打扰大哥。是，此前我也像父亲一样，对初儿不闻不问，他怎会在无助的时候来找我？来，把药喝了。我来喂你吧。谢谢大哥。那个斗篷是你亲手洗的？那个斗篷是你亲手洗的？嗯。小姐说随便洗洗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昨天我帮哥哥把斗篷洗好之后，又放到火炉旁晾干，然后……哎呀，糊涂！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做就好了嘛。那么大一件斗篷，要耗费多少体力？一件衣服而已，能有身体重要吗？这是哥哥第一次帮我，我想自己洗干净，然后还给哥哥。药喝完了，早点休息。哥哥，怎么哭了？还不舒服？哥哥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楚儿？好，等你睡着我再走。我知道哥哥讨厌我，可是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偷足我的玉镯。你说什么？原主每次被陷害都会默默流泪，难道还指望别人还你清白？所有的冤屈，我替你洗刷。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大家身边，生怕父亲又把我给送回去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偷盗之事？只是没有人相信我。你是说这件事情有人陷害你？这件事情有人陷害你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希望哥哥能相信我。如果妹妹被陷害，谁才是最终的受益者？难道是周姨娘？这件事情我会去查，如果真的有人陷害你，我会替你做主。周姨娘，大小姐，你们找我有事？刚才就是你把大少爷叫来的。对不起，姨娘，我只是担心我家小姐。看把你给吓的，我又不会责怪你什么，我只是想问，你和你家小姐这几个月在梅香院禁闭，过得还好吗？这是姨娘体恤你照顾二小姐，特意赏给你的。多谢姨娘，姨娘对梅香院格外上心，我和小姐过得很好。那厨房给你们家小姐送去的吃食，你们小姐也都吃了？他们若问起我来，就说我的饭量与日俱增，只吃不胖。这是自然，小姐饭量与日俱增，可偏偏小姐只吃不胖。
只吃不胖。那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靠着一只蛊虫就能拥有狂吃不胖的体质，甚至还能变美？那我为了保持身材，多年来苦苦的节食又算什么？你先回去照顾你们家小姐吧。若日后我叫你过来问话，你便过来，赏赐少不了你的，明白吗？府里明白，府令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就好，记住，别让你们家小姐知道我找过你。装病三分累，演到你心碎。演戏演的我都累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刚刚周姨娘找你了？是的，小姐真是神机妙算，我都已经按照小姐教的话回答了，只是不知道姨娘他们会不会相信我说的。你说的话，他们自然是不信的。不过，我就是要他们不信。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周姨娘想要知道蛊虫的功效，就要找到卖蛊虫的人。小姐知道周姨娘的蛊虫是从哪搞来的吗？若是对方和周姨娘说根本没有这种效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按照原剧情，原主好不容易才找到蛊虫贩子，问出了将蛊虫引出的唯一方法。当时原主已经变得肥胖臃肿，就算将蛊虫引出，也没什么用了。茯苓，你借着替我抓药的由头，找到这件地址上的铺子，把这2样东西交给掌柜的。若是对方不收咱们东西，那该怎么办？若是掌柜的不收，你就告诉他，若他想白赚1000两白银，就打开信看看里面写的什么，他自然会收下的。相国夫人大驾光临，小的有事。胡三儿，你简直胆大包天啊，竟敢耍我！夫人，你何如此言？你小人哪敢耍你呀？3个月前我在你这儿买的蛊虫，我给人用了，对方非但没长胖毁容，反而还变得更加纤细貌美了，这又作何解释？掌柜的，这信上的内容可让你赚白银1000两。若有相府来人问及蛊虫，只需回答蛊虫入体，即使食欲大涨，也会越吃越瘦。瓷瓶内的蛊虫可要价1000两，再卖一次。哎呀，夫人，多亏小人之前对这蛊虫没有研究全，这小虫能飞点宿主体内的食物，怎么吃都不胖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的确如此啊！若是这蛊虫用在我身上，以后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节食，却能比他人纤瘦貌美。还有没有那样的蛊虫？给我也来一只。有倒是有，等一下啊。只不过这全天下就剩这一只了，如今证明它有神奇的功效，价格嘛，自然就涨了一些。啊，给我买嘛！无论多少钱我都要买。有了这只蛊虫，我日后一定能够碾压群芳，碾压江初季，日后才能获得太子的青睐了，娘。这蛊虫我要了，说个数。白1000两啊！夫人可愿意出？什么？之前不是50两吗？现在你要白银1000两，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这蛊虫的功效一旦传出去，就连那些闺女们都会抢着来买。夫人，晚了可就没了啊！娘。
那便白银千两，把古虫给我，过2日我便派人把银票送过来。哎呀，夫人，这可不行，小儿这里都是玉手交钱，艺术交互。多谢夫人。小姐，成了！我亲眼看到周姨娘从胡三那里购买了古绸。替我换身衣服，我也要出府一趟。小姐，周姨娘他们如愿上钩，不惜重金购买，您还出去做什么？司令，你听说过黑吃黑吗？爷，我们的人盯着这位江家二小姐，1刻钟前她一个人出了相府。我倒要看看她到底在忙些什么。为了这些钱，老子随便找个乡巴夫都查不到的地儿，老子都能富贵一生。嘿，哟，江二小姐，哎呀，小的正要感谢你呢。都是你的主意，让小的发了一笔小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像你这种黑心贩子，就该死。现在除了我，没人知道你出古虫饭。说。这个男人也太好看了吧！回来，我不认识你。你明明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我可以装不知道。那你装一个试试。国公爷是要把我抓起来，还是要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把我灭口？看来你对我的身份很了解嘛。我可听说舒国公权倾朝野，乃是天下第1美男子。那你说说，你还知道些什么我的传闻？我还听说大人乃是天下第1杀人魔头，淋的寒玉如同人间地狱，老鼠进去了都得掉层皮。江二小姐，慎言。你果然是有趣啊！看来你平时的胆小懦弱都是装出来的。多谢大人夸奖。不是，这也能算是夸奖吗？大人若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有说过让你走了吗？国公爷若是肯放我进来，再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关于长公主的线索，如何？你是从你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吗？我爹并不知道长公主被关在何处。那你又是如何得知？陛下忌惮你势大，所以将你的母亲长公主安排在江南疗养。不过这只是迷惑你的幌子罢了。长公主其实人还在墨尔。你说的话有一个字是假，你会死。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说吧，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让你的手下送我出城一趟，明早之前把我送回府上。就这么简单？没错。莫九，给他准备一匹快马送他出城，另外把这里收拾干净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江二小姐，到了。江二小姐，我在外面等您出来。
你不同我一起进去吗？我只负责驾车将你送来，待事情办完之后再将您送回去。但倘若我在里面遭遇不测，你跟你家大人应该不好交代吧？那我还是和你一同进去吧。除了保证您的安全之外，其他事情我不会做。哎，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陈夫人被关在哪里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见她腰上的令牌了吗？是黄御司指挥使命她随我前来。是可是我知有大人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。我再问一遍，陈夫人被关在哪里？带我去见。这边请，这。我这是被利用了吗？这狐假虎威的小狐狸还真是害人不浅。就在这儿。哦，我声明一下，上面让我们送一日三餐，人不饿死就行了。如今夫人变成什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知道了，滚。好。原主母亲陈氏被陷害通奸，关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整整10年。我既然来了，就要把她的母亲从地狱救出来。你是我的初儿。对不起，娘亲，我来晚了。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？不然怎么会看到我10年未见、日夜牵挂的初儿？娘亲，时间紧迫，我们马车上手。难以相信，眼前这位面容枯槁的夫人，竟是当朝相国的夫人，中远侯之女。人我带走了，但你们若胆敢让此事声张出去，我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姐放心，今夜之事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，我们不可。初儿，是你父亲让你来找我的吗？娘亲，你居然还对那个男人抱有幻想。他如果真的肯相信你，就不会把你关起来，更不会10年都不来看你一眼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他还是不肯信。娘亲，我先给你安排一个别的住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洗去污名。你被他们夺走的一切，我都会一一替你弄。当初分别时，初儿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，难以想象他经历了多少悲苦。娘亲，我相信你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整整1夜，奴婢都快担心死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发生了一点意外，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小姐，今日是初一，按照惯例，您和大小姐得去给老夫人请安，陪老夫人用早膳。我先睡一觉，我才不做委屈自己的事。小姐，这事可万万不能迟到，否则老夫人会怪罪的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大少爷昨日去了凌晨，他说您被诬陷偷了玉镯的事，很快就能有个决断。当初指认我那个丫鬟，事发之后就离开相府去了凌晨。若是这样的话，
慢点。咦，初季那丫头怎么没来？难不成没人告诉她？妹妹想必是贪睡起不来，所以才来迟了。第一次陪我用早膳就迟到，真是一点礼数和规矩都不懂。罢了，不等她了。抱歉，祖母，初儿来晚了。你还知道你来晚了？都是初儿的错，光顾着给祖母采集无根水，没有留意到时间，还请祖母责罚。无根水，初儿看过书上记载，说这无根水便是清纯的露水，用于制药，也是极好的药引。唉，这不得把老太太感动死。一片叶子只有一滴露水，挤满这一小瓶露水，那要耗费多少精力啊！你处处心系祖母，祖母啊，怎么舍得责罚你？一晚上采集了这么多露水，累坏了吧？我不累，祖母。一晚上不睡觉采集这玩意儿，到底是真愚孝还是故意讨祖母欢心？可偏偏祖母就吃这一套。妹妹当真是有孝心啊，弄得我这个做姐姐的都自愧不如了。姐姐为了陪祖母用早膳，一大早就起来梳妆打扮，妹妹应该向姐姐学习才是。都是好孩子，既然都到齐了，咱们就用膳吧。是祖母。来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蛊虫吃到肚子里了吧？怎么会这么饿？呀，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是昨晚没吃饭吗？你是没吃过饭吗？狼吞虎咽，张牙舞爪，吃得一片狼藉。你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吗？快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！小姐，早上老夫人院里发生的事已经在全府上下传遍了，老夫人被气得一连无语2遍。这就叫恶人有恶报。我听说大小姐把自己关在卧房，连嗓子都哭哑了，就受不住了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洛儿，别哭了。不是，那个蛊虫发作竟然如此厉害，我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凭什么他交出去就能控制得住啊？想必是这蛊虫第一次进食才会如此厉害，之后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了。可是我已经惹了祖母的眼睛，我还把东西，我怎么办啊我？你虽是庶女，但才名远扬，老夫人还是疼你这个孙女的。你莫要哭了，赶紧洗漱梳妆，随我去见老夫人。洛儿、一枝，你们这是为何呀？老爷，你回来了，都是洛儿闯了祸，这才带他来请罪。
爹，都怪女儿为了5日之后的吉吉里饿得太狠了，一时吃多了没忍住，吐到了祖母身上。洛儿，没事的，娘。女儿跪在这里，只求能取得祖母的原谅，切莫让祖母怒大伤身，伤了身体。行了，你们快起来啊！哎呀，你们快起来，我去给母亲说，好不好啊？见过母亲。母亲，那洛儿也是为了能在吉祭宴上替咱们江家长礼，那才饿成这个样子。您想，他要是能被皇上和太子看上，成了太子侧妃，哎，那咱们江家不也就跟着发达了吗？行了，你快让宜之和洛儿都起来吧，晚上一同陪我用膳。好，起来吧。洛儿，扶你娘回去。是，左伯娘。哎呀，谢谢母亲体恤。比起这个洛儿啊，倒是这个初儿让我更不满意。他的姨娘和姐姐在外面跪了这么久，他竟不闻不问。哎呀，真是让我太寒心了。父亲，您回来了。初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在刚才。初儿怕打扰父亲和祖母谈话，所以就没叫下人通报。初儿知道祖母没胃口，就去厨房做了点开胃养生汤，没想到父亲正好也在这里。好了，初儿，不要整日把心思放在讨好祖母的身上。做妹妹的，看着姐姐在日头底下跪了那么久，也不去安慰几句。初儿是想，若是姨娘和姐姐能让祖母舒心些，那倒也不用继续跪着了。好啦，也不是初儿的错，你回去吧，晚上陪我一起用膳。是，祖母。老爷也太偏心了吧？不是小姐的错，不能牵扯到小姐身上。若是小姐犯了错，保不准又让咱们关一次禁闭。我倒是巴不得他再关我几个。啊，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哥今晚不是要回来了吗？这么多人一起用膳，场面应该很热闹吧？娘，吃块肉。还好我来之前已经把自己撑到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，否则又要出丑了。来，祖母，你多吃点。好，好。还是洛儿最懂事啊！啊，来，也给你夹一块。谢谢父亲。不管怎么样，父亲都是向着我的，哪怕你做多少努力，也根本没人在意。怎么回事？这……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老夫人，你拿着宝石金簪不见了！什么？你说的可是老夫人那个最喜欢的宝石金簪？是，那这簪子早上还在，可是现在却不见了。3个月前，老身的玉镯丢失，最后是在他的房间里找到的。难道
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你先别急，消消气。是啊，爹，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，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你也知道，我今天早上都在那里吐得不省人事，所以我绝对不可能去拿祖母的金簪。当然是，此事与你无关。爹爹，我也没有，不要叫我爹，我没有你这样手脚不干净的女儿。快给我跪着，跪着！关了你3个月，你还是烈性不改，那等好再去偷祖母的东西。你这丫头，实在让我太失望了。以后别来我这里了。爹爹，祖母，我真的没拿那个簪子。初儿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再狡辩了。你现在把簪子拿出来呀，说不定你父亲和祖母还能再原谅你一次。我把鞭子拿过来，我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丫头。她说不说实话？爹爹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打死你这个丫头！打死你这个丫头！打吧，反正大哥也回来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哎呦，川儿，你怎么突然冲过来了？快让祖母看看你的手。哎呦，哥哥，初儿，是哥哥回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出国公。江相国，我在城外偶遇令郎，便同他一起来探望，但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哼，我们家的小女犯了一些小错，我正在教导她，哈哈，让舒国公见笑了。那不知令千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能让相武如此动怒？我家的二姑娘偷了祖母的金簪，气急之下，我才拿出家法，准备好好教育一下她。父亲说是初儿拿的金簪，可有凭据？康儿，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问父亲，凭什么说是初儿拿的金簪？那我问你，今日只有洛儿和初儿进的祖母的房间。洛儿身体不适，若不是初儿拿的，那还能有谁？老夫人，金簪找到了。在哪里找到的？金簪不小心掉进桌缝里，是二小姐的丫鬟带我们仔细又找了一遍才找到的。父亲可曾听到？这就是你所谓的除了初儿，还能有谁？哥哥别说了，都是误会一场，我也不怪罪爹爹。我知道祖母不喜欢我，我以后不来就是。我只是心疼哥哥。哥哥，你疼吗？这一鞭子要是抽在初儿身上该多好。傻丫头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不知道会被伤成什么样子。江相国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人定罪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舒国公，让你见笑了。燕川，这件事儿是你父亲误会了初儿没错，
但也不能全都责怪你父亲啊，毕竟初儿他是有前车之鉴的。祖母的玉镯到底是不是初儿所拿？周姨娘难道心里不清楚吗？川儿，那玉镯是在初儿的房间看的，跟你姨娘有什么关系？燕川，我知道，我只是你父亲的一个妾室，人微言轻，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惹得你如此针对我？我以前可未曾发现，姨娘竟然如此护重。把人给我带上来！风儿，你不是回临城嫁人了吗3个月前，她离开之前跟您说，看见初儿去了您的卧房，出来的时候面色不对，袖子里好像藏了东西。后来没多久，您的玉镯就在初儿的房间里发现了，对吗？是呀。你自己说。都是我的错，当初老夫人的玉镯子根本就不是二小姐偷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离府之前，周姨娘找上我，让我帮她做一件事，事后就会给我50两银子。我想着也没有什么麻烦事，我就应下了。说，答应他办什么事儿？周姨娘让我把老夫人的玉镯子放进二小姐的房里，又让我说些作证的话，好让二小姐百口莫辩。你胡说！我何时找上过你，让你诬陷二小姐？老爷，他血口喷人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。姨娘不承认也没关系，这副耳环可是你当初亲手塞进我手里的。这副耳环我早就丢了，原来是让你捡到了，今日用来诬陷我，这可就有意思了。平日里姨娘丢一件东西，都会找下人盘问清楚，如今最喜欢的耳环丢了，你却连问都不问。大少爷，我已说出实情，银子和耳环我也皆会交还，求你别把我交给官府。父亲，这个死丫头明明是在诬陷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她呀！好了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把他押去送官。不！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倒想看看相国是怎么处理此事的。若我草草了事，舒国公把此事禀报皇上，岂不是证明我这个人是非不分，如何协助皇上治国？舒国公，此事我定会秉公处理。你知啊，娘，这个贱妇竟敢伙同丫鬟来构陷初儿，从今日起去梅香院给我待3个月，天只能吃1顿饭，好好反省反省你自己。老爷，妾身知道错了，求老爷开恩啊！老爷，来呀，给我拉下去！不要，老爷不要，老爷，老爷不要，老爷。娘，父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娘呢？给我闭嘴！你也给我回屋子去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出来！回去！父亲，你想做什么？初儿，今日之事是父亲做的不好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需求，你就尽管给父亲说。初儿不要什么补偿，初儿只要爹爹和祖母知道，初儿没有偷东西。还是初儿最懂事啊。这样，父亲呢
一会儿就让账房给你支50两银子。明天到街上去转一转、逛一逛，想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就随便买啊，只要开心就好。初儿谢过爹爹。初儿，都怪祖母不好，祖母应该相信你的。不是祖母的错，初儿不会怪罪祖母的。哦，戏也看完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走了。小骗子，真会装。初儿今日受惊了，我先带她回院里了。哎，川儿，你的手受伤了，赶快找大夫看看呀。倘若这一鞭子是抽在初儿的身上，祖母还会这样关心她吗？这个家里没有人疼初儿，我疼。从今日起，谁也不可以欺负她。看你眼睛红的，都成小白兔了。哥哥答应我的事，真的做到了。初儿，对不起，大哥之前误会你了。你的道歉不值钱，曾经抛弃我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不配得到我的原谅。大哥不用感到抱歉，能这样跟大哥相处，对初儿来说已经很开心了。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母亲？好端端的，你提那个人做甚？当年要不是无意间撞见，我都不知道母亲竟然会背着父亲和下人干出苟且之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母亲当年的事，可能也是被别人陷害的？可是我亲眼看到母亲依偎在那个下人的怀里。果然，在你的眼里，母亲和死了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不想再提起她。哥哥不要生气，那我就不提了。我没有生气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小姐，你让厨房做的宵夜已经准备好了。这宵夜可不是给我吃的。啊？哦，我就是说，小姐怎么可能吃得下这么多东西？我那位姐姐被关在房里，应该已经饿坏了吧？我这个做妹妹的，应该带点东西给她吃。你说呢？姐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怕姐姐肚子饿，就带了些宵夜过来，顺便看看姐姐。庄书记，你装什么装？看到我和母亲被禁足，你很开心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今天的事情绝对和你脱不了干系。姐姐说的什么话？哪怕知道了真相，我也从来没有怨过你们。没错，那只金簪是我亲手塞进桌缝的。既然江燕川带人回来成亲，那我就给这场戏加点火。装！你还在这给我装！既然姐姐这么讨厌我，那我还是走吧。不过这宵夜姐姐记得吃，别饿着自己。滚！谁稀罕吃你的东西？我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？母亲，初儿，你来了。这几日过得怎么样？娘很好，初儿不用担心。夫人，
你是？夫人，我是傅林。你是兰心的女儿？是我，对不起你母亲。兰心，这次过来，我也有些事要问你。初儿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娘亲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我要替你洗去污名，但是需要你将当年发生的事原原本本都告诉我。那一夜，我被周一之算计，失去意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你大哥便呆呆地看着我附在一名下人身上。我就知道，这件事情果然是他做的。事后，周一之让你父亲命人打死了那名下人，烧毁了书信，把我关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10年。你母亲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一头撞死在柱子上。周姨娘借江秉荣的手消除了所有证据，真是高明。娘亲，这件事情我会谋划，但你住在客栈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能不能先回中原侯府？不行，当初我不顾你外公和外祖母的反对，执意嫁给你父亲。后来我的失传入了侯府，你外祖母一时急火攻心，驾鹤西去了。我外公就没为您主持公道吗？你外公对我失望透顶，直接说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，任凭相夫处置。我知道了，母亲，你先安心在这住着，其他的都交给你。殿下，您特意屈尊降贵，出城为娘娘买了镇南斋的东西，娘娘一定会很感动。别废话，赶紧去买，我在这等你们。是。在原剧情里，原主嫁给你这个太子，却被你和江洛威当狗一样欺辱，玩弄致死。我江初季向来都是男人给我抢着的，还真没给别人当过。这个簪子我要了。哥哥，这么残忍啊！这位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哥哥，你怎么……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不妨事。姑娘，请问我把您是？你扇子踩坏了，可是我又没有带银子。不然这样吧，这根簪子就送给公子了。就当做给公子赔罪。其实你不用赔我的，姑娘，姑娘，好的还真快，还没来得及问你名字呢。殿下，看到那个女孩没有？哦，帮我找到她。是。小姐，你刚才去哪了？我都找不到你了。没去哪儿啊，就是去买了根簪子。小姐买的簪子在哪呢？拿去逗狗了。狗？小姐什么时候有这种兴趣爱好了？行了，回家吧。江儿小姐，我家大人邀请您楼上一叙。楼上的雅监视野极好，我刚才对萧乾做的一切，难道也被他看到了？傅林，
你在这里等我。听说是国公杀人如麻，小姐会不会有危险？好巧啊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大人。确实很巧。大人找我有什么事？你是有意接近太子的？是。你以这种方式接近太子，你想做太子妃？我若说不是，大人会信吗？你也想让我像江家那样，被你这无辜的模样耍得团团转？那倒不会，大人比他们聪明多了，我偏不要。所以对你，我只说实话。那你接近太子的目的是？我想让太子钟情于我，但是我又不想做太子妃。我只是喜欢那种别人喜欢上我的感觉，尤其是当对方位高权重、高不可攀。你说的位高权重、高不可攀，皇后。大人说笑了，我哪敢有这个奢望？大人，要不要尝尝？我不吃甜食。是吗？那只好我吃了。哎呀，好酸呐！江儿小姐，你这是怎么吃饭？请问大人问完话了吗？问完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魔九，大人有什么吩咐？送江儿小姐回去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糖葫芦不算很甜，大人闲来没事，你可以尝尝。他这是在故意吊我。你究竟是谁？木魂仙木啊！殿下，属下已经查到，刚才那位姑娘进入了相国。原来是江相国的千金啊！难怪让我念念不忘。听说这位江相国的女儿有着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，才情也颇为出众，不少世家公子都对她爱慕得很。我看上的人，岂容他人亏欠？我要去找一趟母后。传皇后娘娘口谕，相国大人接旨。李公公，不知皇后娘娘请您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逆媛江洛薇才情出众，素有美名，一显大家闺秀之风范。今特赐珠匣首饰10匣，绫罗绸缎20匹，以彰其为闺阁楷模。这些都是皇后娘娘赏赐给我的。相国大人，还不快携宁千金领旨谢恩？哎呀，谢皇后娘娘厚爱。哎呀，李公公，不知皇后娘娘突然赏赐小女，是为什么呀？相国大人，您可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哎呀，李公公，你就不要再卖关子了啊！宁千金有幸被太子殿下看中，先让皇后娘娘送了些赏赐过来。明日宫中的吉祭宴，宁千金可得好好打扮打扮，让皇后娘娘仔细瞧瞧，将来必定前途无量啊！老奴先告退了。李公公慢走。哎呀，哎，乐儿，
你是什么时候和太子殿下有交啊？那当爹的也不给我说一声？哎呦，洛儿啊，我的好孙女，没想到你竟还有这本事，还没进宫呢就抓住太子的心了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啊是我的才情和美貌传到了太子的耳朵里，所以他才钟情于我的呀。姐姐才貌出众，被太子殿下看中也是应该的。还用你说？比起洛儿，初儿一个在寺庙里长大的野丫头，可就差远喽。别说攀上太子，日后啊能寻个家世不错的好人嫁了，也就不错啦。我不觉得初儿比洛儿差在哪里，况且以后也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就能娶的。好了好了，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大小姐院子里，以后伺候大小姐那都上点心，切勿怠慢。是。哎爹，你说我们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好事儿，我娘却不知道啊。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把她放出来，好让她给我梳妆打扮一下。这，爹，那就把你娘放出来，这都关了2天了，那也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父亲，当初周姨娘诬陷初儿，害她被关了整整3个月，如今她才被关了2天，你就要放她出来？哎呀，不要再说什么初儿被周姨娘陷害啊，那就是你姨娘做的，那也没有宫里的吉祭宴重要啊，是不是？从此以后，这件事儿不要再提了。今天我都要看看，谁敢放她出去！你江彦川，你敢忤逆我这个当爹的？行了行了，相府大喜的事儿，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？把宜之放出来吧，他过去和初儿的事儿都莫再提了。多谢祖母。这家人还真是擅长替受害者说原谅。去，把解救芙蓉裙拿过来。明天，本小姐一定要惊艳全场。小姐，您的腰好像比当时量体的时候粗了1圈。在说什么蠢话？我刚刚游完晚上，腰部肯定会粗1圈。愣着干嘛？把软尺拿过来啊！没用的东西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大了整整1圈？照张白照应该就好了。又在发什么大小姐脾气啊？娘，你怎么样？这2天真是苦了你了。如今我也被太子看中，可是就凭江书记如今的样貌，他若也被太子看中，恐怕他……哎呀，放心，他害我被关进那个鬼地方，娘怎么可能会放过他？娘，你可有计划？把我准备的东西拿上来。娘，这是您给我及姐姐准备的裙子吗？好漂亮啊！别摸，这是给那个小妮子准备的。娘，你凭什么把这么好看的裙子给她呀？哎呀，傻丫头，娘怎么可能让那个小贱人压过你的风头？等着吧，明天啊，有她好受。小姐，周姨娘过来了。初儿，姨娘今日前来是专门跟你赔礼道歉的，希望初儿你能够原谅姨娘。姨娘也是为了姐姐，我能理解。如此一来，姨娘便放心了。今日过来，也是有东西要送给你。
哇，好漂亮的衣裙，姨娘有心了。你喜欢啊，姨娘便放心了。你和洛儿进宫，代表的都是相府的脸面，你穿这个裙子去啊，肯定会光彩照人的。初儿只是觉得这条裙子太贵重了。面见皇后娘娘，自当庄重，你就别和姨娘推辞了。那好吧，初儿谢过姨娘。小姐，周姨娘难道转性了？这又给你道歉，又给你送衣服。傻瓜，你真以为她会那么好心给我送裙子呀？难不成这衣服有什么问题？你闻闻，上面是什么味道？好神奇，这裙子竟然自带香气。不过这香气好特别，像是某种特殊的熏香。不是熏香，是缝制衣服的针线，事先被白栀子的汁液浸泡过。白栀子是什么？白栀子是一种花，皮肤若接触它的汁液，便会引发过敏，瘙痒难耐，严重者甚至会昏厥不醒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周姨娘故意用这裙子，想让你在吉吉宴上出丑。我若穿上这一衣裙，便会在那般庄重的场合丑态百出，当真是好歹毒的心思。周姨娘心肠如此歹毒，她就不怕被人察觉吗？白栀子十分罕见，寻常人难以知道，更不会联想到衣裙上。小姐，那咱们赶紧把这裙子扔了吧，不，烧了。不必，我若不穿上它，岂不是浪费了周姨娘的一番好意？江二小姐，听说昨日皇后娘娘给江洛威赐了不少东西，可是真的？确有此事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在座的人谁还不知道这件事？没想到太子殿下就这么看上了江洛威。可能太子殿下看中姐姐的容貌和才华吧。蠢货！待会儿在皇后娘娘和其他世家千金面前，我看你怎么出丑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诸位千金，今日之宴，来本宫为尔等所设及笄盛事。及笄者，待成年之时，当知礼仪廉耻，守规格之德。谨遵皇后娘娘教诲。江相国之女江洛威在何处？臣女江洛威拜见皇后娘娘。本宫一早听闻你的才名，今日所见，容颜甚是娇艳。你且上前来坐。谨遵皇后娘娘旨意。我肚子怎么这么痛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得在皇后面前颜面尽失了。前儿怎会看上这般冒失的女子？这江洛威怎能在皇后娘娘面前如此失态？相公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蛊虫发作的滋味好受吗？民女身体不适，突然摔倒，惊扰了皇后娘娘，臣女罪该万死。罢了，你既然身体不适，便莫要再上前了，退下吧。是，这江洛威今日可丢大脸了，第一次见面就给皇后娘娘留下这么差的印象。是啊，我真是心疼姐姐。
这位公公，不知道小女在吉吉宴上可否见到了皇后？她表现如何？不知皇后可否对她满意呀？这……哦，江相国，皇后娘娘本来对令千金很满意，唤令千金上前，但令千金却突然摔倒，十分狼狈，令皇后娘娘很是不悦呀。我们洛儿向来端庄稳重，怎会当众摔倒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江姑娘称是身体不适才如此，只是皇后娘娘和众多世家千金在场，这殿前失仪，实在是……哎呦，这洛儿怎么如此不周用？这下可好，怕是彻底断送了进宫的路啊！这个洛儿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出现这种岔子呢？啊！哎，老夫人、老爷，太子对咱们洛儿那是一片痴心啊！只要太子肯为洛儿说几句话，这皇后娘娘还会计较洛儿这一时的失态吗？娘娘，那位就是相府二小姐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这样的人怎能入得了本宫的眼？你去将她赶走，本宫要回宫歇着了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殿下，难道是来找我的，想当众和我表明心意？相府千金是哪一位？回殿下，这位就是江家小姐。前日给你送的东西，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多谢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。怎么回事？那少女说话的声音清越如灵，并不是现在这样。你抬起头来，让我好好看看，好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太子殿下，臣女是相府千金江洛薇啊。这根本不是你怎么找的人？相府千金就是这位江洛薇小姐呀，怎么会找错人呢？相府还有一位千金名叫江初骥，刚才被皇后娘娘赶走了。难道您要找的人是她？哼！姑娘慢走！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太子殿下，你是太子？见过太子殿下。知不知道，我一直在找你。我刚从琼华阁过来，对不起，之前我怕吓到你，所以才对你隐瞒身份。可你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不是喜欢我姐姐吗？你听我解释，之前是我认错人了，得知你是相府千金，才把江洛薇认作是你，才让我母亲去相府送东西的。我怎么可能喜欢其他人？我一直喜欢的都是……好热闹！舒国公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陛下找我议事，议完了就出来走走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位姑娘应该是相府的江二小姐。见过舒国公，我与太子殿下只是叙旧。叙旧？没想到江二小姐久居闺阁之中，竟然能与太子相识。舒国公，我和江二小姐还有要事要谈，就先走了。我突然觉得身子不舒服，
我想回家。不舒服？哪不舒服啊？今日刚来宫中，我就觉得浑身都很痒，头也昏昏沉沉的。我亲自送你回府。走。徐太医是。主公，你这……他中毒了。中毒？他的衣裙上有白栀子的味道，其汁液陷入人体会使人的肌肤发痒，如果长时间嗅其味道，会使人头晕目眩，严重者甚至会昏迷。若不是他无意沾染的话，难道是有人下毒？若是太子殿下这么关心这位江二小姐，不妨去查查到底是何人害她。至于这位江二小姐，长乐宫有白栀子的解药，我先带她回去，帮她解毒。舒国公不过是偶然路经此地，顺势出手救人罢了。若我有意阻拦，实在显得分不清轻重。别装了，这里没人。大人怎么看出我是装的？你若真中了此毒，现在身上应该红疹一片。大人既然看出来我是装的，为何又以解毒为由抱我回来？难不成大人看到刚刚的场景吃醋了？我从不吃甜食，更不会吃醋。我只是不想看着太子被你这个小骗子骗得团团转。大人说的都是真的。当然。嘴可真硬，若没半点在意，大可随便叫个工人直接把我抬到长乐宫，而不是一路上抱着我回来吧。唉，那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早就料到太子今天会找你，你想借他的手收拾谁啊？这件衣裙是我姨娘为我精心准备，为的就是看我进宫时出丑。我若是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白费了她一番心思？啊，不过闻了这么久的气味，头还真是有点疼。大人既然抱我回来了，总不能不管我吧？那你想让我怎么管你？我也想分手。可是我中了毒，现在浑身都没有力气。你想让我喂你？敢这么理直气壮地向我提要求，还要我伺候的人，还真没几个。这下能喝了吧？大人真的从不吃醋吗？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你了。还有，你那些惹人的小招数，在我这里不管用。哼，我才不信呢。洛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洛儿，可是因此皇后责怪你了？难道太子没在宴席上吗？他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也没替你跟皇后美言几句呀？洛儿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没什么，爹，我突然有点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哎，洛儿，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太子殿下呀？他对你……娘，
我都说了我累了，我想回去休息。太子殿下驾到！老爷，太子殿下来了。这太子怎么突然来了？这刚在宴会上见了面，这又追到府衙来。哎呀，怕不是太子对咱们洛儿那是情深意浓，依依不舍呀？啊？说不定啊，这太子殿下是亲自上门来送定情信物的。太子殿下，您突然来到相府，有失远迎。哎，罗儿，太子定是为你而来，还不快打个招呼？哎呀，快跟他打个招呼！江相国，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你女儿回来的时候没告诉你，之前我让母后回来送东西，是因为认错人了吗？啊？认错人了？那太子，您看中的是谁呀？江相国，我此次过来就为了一件事情。你家二小姐赴宴会所穿的衣服是谁准备的？难道是我家小女在宴会上犯了什么错，惹了皇后娘娘不高兴？难道是她穿的衣服对皇后娘娘有什么忌讳吗？江相国，你是怎么当爹的？江家二小姐在宴会上如履薄冰，谨小慎微，怎么可能主动闯祸呢？太子怎么会为了江初季穿的衣服专程来相府？难道是和衣服上的白栀子毒有关？去，叫王婆。太子殿下，妾身想问一句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何事啊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低贱的妾室，也敢和本太子直接问话？江相国平日在府里就是这般宠着妾室，让她不知规矩的吗？殿下恕罪，妾身只是一时心急，绝无冒犯可言。你这个妇人，那太子做事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在这儿问什么啊？还不快起来！是，妾身知错了。老奴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相爷、老夫人。我问你，江家二小姐赴宴所穿的衣服，可是你亲手所制？回殿下，确实是老奴做的，不知殿下为何有此疑问？那件衣服被人下了毒，你可知情？什么？哎呀，殿下冤枉啊！什么下毒的事情，老奴绝不知情。太子殿下，这怕是有什么误会，是不是误会本太子自会定夺？你且把制作那件衣物的过程给我细细道来。太子殿下，给大小姐和二小姐的2个裙子都是老奴亲手缝制，不曾有别人插手。要说别人碰着，那肯定是绣线。绣线？谁给你的？周姨娘曾见过老奴，命我用花枝浸泡过的绣线给二小姐制衣。原来是你干的，绣线庆毒，让嫡女在宫中出丑，好巧的心思！殿下冤枉！妾身对那白栀子毫不知情啊！老爷，那花枝是妾身从一花匠那儿偶然得来，听闻能留下，但那花枝有毒，妾身实在是不知情啊！老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，老爷！偶然得来，那我倒要问问你自己女儿裙子的绣线，为什么不拿那花枝浸泡啊？这是因为
那花枝不够，只够给一个人用的。你若还有辩解之词，就到京都府衙说吧。京都府衙，这太子，你是要将臣的妾室送到京都府衙？一个妾室残害家中嫡女，若重判，那可是死罪。这一点，江相国不会不清楚。知道。还是说江相国包庇？不敢，绝不包庇。只是她毕竟是臣的妾室，这丑闻一旦传言出去，必定有损相府的脸面的。要不就将她留在府里，我严惩不贷，还初儿一个公道。不必了，查案的事自当交由专业的府衙去处理。太子殿下，我娘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。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带走！走，太子殿下。娘，太子殿下。哭，你就知道哭。你跟你娘都干了些什么啊？你还不跟你一五一十的，你都告诉爹啊！国公大人，您要的衣服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江二小姐，江二小姐，太子殿下，我还要换衣服，你待会儿再进来吧。不急，江二小姐，你慢慢换，别摔着了啊。那江二小姐你就先换衣服吧，我先走。莫赤霄，很少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。还说你不会吃醋，骗你什么？你就不怕萧乾现在突然把门打开？我只是一个中了毒手、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总不会是我强迫了大人吧？你们的事情我不参与。至于我们，在我面前最好乖一点，我可不一定会次次让你受苦。江二小姐，太子殿下，我穿这身衣裙是不是不太合身啊？江二小姐，你不知道你多美。太子殿下不要这样。那个舒国公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？舒国公在我更衣之前就从另一道门离开了。离开了？所以他就把你一个人扔寝宫里了？真留下来，你又该不高兴了。太子殿下，舒国公说您为了我带人去了相府。我已经查出来谁给你下毒了，就是你那姨娘。周姨娘？怎么会？她是担心我没有体面的衣服穿，所以才送我那件衣裙的。傻瓜，你呀就是太单纯了，他才敢用这样的算计来害你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再让这样心思歹毒的人伤到你。殿下要怎么处置我那位姨娘？我已经把她关到东宫一处偏殿了，等天一早，京都府衙的人就会把她带走。太子殿下，明日我能不能去看看我那位姨娘？你看她干什么？万一她又害你怎么办？我只是想亲口问问周姨娘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她所为？你就是太单纯了，
罢了，你想去便去，我陪你去。殿下，我想跟姨娘单独说几句，你能不能在外面等我？那好吧，记住，他如果对你有半分不敬，一并叫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殿下。江初季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姨娘，是不是很惊讶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看姨娘这副表情，江乐威应该没跟你说，太子殿下看上的根本就不是他，而是我。什么？太子殿下看上的人不是洛儿，竟然是江初季。皇后娘娘送来相府的东西，也都是给我的，只是江乐威自作多情，认为是他罢了。偏偏姨娘和父亲祖母都一样蠢，就这么信了。你们这一家子真是愚蠢。我明白了，这丫头装出一副柔弱善良的模样，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当真是深沉又歹毒的心机。姨娘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穿上了那条有毒的裙子，却没有在击剑宴上出丑？因为你送那条裙子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闻到栀子花的气味，并且提前服下了解药。姨娘可能又会疑惑，我明知道裙子有毒，为什么还要穿上它？当然是为了现在，太子殿下有多喜欢我，就会把你收拾的有多狠。姨娘，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说话？要不然我把堵住你嘴的东西拿下来好了，毕竟你是我父亲的宠妾，这样实在是太不体面了。怎么了？是吧？我没事，太子殿下。我本来不想再追究姨娘的事情，可是姨娘却……太子殿下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，这个小贱人他都是装的。他找谁小姐？不想要你就叫贱命了！江二小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这个姨娘，她又咎由自取，你管她干嘛呢？他脸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心虚和惊慌。原来太子压根儿就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，我这是在自讨苦吃。我知道了，殿下。走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太子殿下，我该回相府了。我送你回去，明日一早我便和何母后说，让你当我的太子妃。皇后娘娘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母后怎么突然来了？钱儿，我听说你去了一趟相国府，把他的小妾抓了回来，何有此事？回母后，确有此事。江相国之妾谋害嫡女，我这才找人把她抓到了京都府衙。之前是儿臣认错人了，或把江洛威认成了江初季。儿臣心意江二小姐，希望让她当太子妃，希望母后能够成全。我不同意。母后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江初季做你的太子妃。为什么？一个做过通奸丑事的女人生下的女儿，如何能成为你的太子妃？日后如何能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？母后，且论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，就算是真的，也是他母亲犯的错，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与他无关，但他想做你的太子妃，绝无可能。对，就得这么坚决。不坚决，怎么能虐你和你儿子呢？在原剧情里，苛责原主，折磨原主，
也有你一份。太子这2日禁足东宫，无事不得外出。来人，将他送回相府，以后也不得他再进宫。嫔后，未免太过武断了。钱儿，母后是为了你好，你是储君，所有德才兼备、品行纯良的女子任你挑选，唯独这个江初季不行。母后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只要江二小姐。还不快送她回去！别碰她！钱儿，你今年本宫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所以，太子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。女儿不知道，女儿以为太子殿下是看上了我的才情，所以他才……可是，这个太子怎么会喜欢初儿啊？他们又是什么时候见过？哎呀，这个初儿也没见他回来给我说过。听太子殿下的意思，他之前和初儿妹妹有过一面之缘，不过初儿妹妹见到他的时候，知不知道他是太子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到头来，这个家里最有出息的，竟然是初丫头。父亲和祖母之前不是一直都把心思放在洛儿身上吗？怎么现在又觉得初儿好了？父亲，周姨娘刚被你放出来，就用恶毒的手段陷害初儿，如今她就算是在大牢里死了，也是咎由自取。哎，初儿，不，快起来，赶紧回去休息。你娘的事儿呢，爹会想办法。谢谢爹。初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是不知道，当爹的和你祖母那是多担心你，觉都没睡。哎，快来！哎，手洗过了吗？就会碰它。太子，您这是何意呀？啊！我今日就要告诉江相国，我喜欢江二小姐，从此以后不能让她任何欺负。没想到初儿能得到太子如此抬爱，实属我相府的荣幸啊！江二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太子殿下送我回来，路上小心啊。初儿，以前啊都是我们糊涂，被周姨娘迷了眼，让你受了委屈了。你可千万别跟祖母计较啊！祖母言重了，初儿哪敢跟您计较？初儿，这次你姨娘下毒的事儿，那就让他们仔细的审。洛儿呢，我也好好的教育过。不知可否跟爹说一下，你和太子是如何认识的？爹爹，初儿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哎，你累？哼，他以前都不敢说累。罢了，他刚从宫里回来，当然累了，就让他回房歇息呗。初儿，你回来了。你中的毒有没有事儿？初儿没事，那毒昨天就已经解了，哥哥放心。没事就好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歇息。
福林，你替我跑一趟国公府，让莫九把这封信转交给舒国公。小姐放心，福林这就去。大人，江二小姐让人送了东西过来。3日后，玄安寺会有一场针对大人的刺杀，还望大人早做准备。皇帝终究还是守不住。不过这个小狐狸又是怎么知道的？爷，江二小姐这么晚送东西过来，是不是要给你什么特别的东西呢？江二小姐给您送来一枚茶杯碎片做什么？她这是在搞批发吗？到处留情。爷，您要是不喜欢江二小姐送的东西，我这就去把它扔了。放下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大人明明就是对那位江二小姐另眼相待，就面上装出这冷冰冰的样子。行了，没事，你走吧。是，大人。等等，你也帮他传个话，说他找的人我已经给他找到了，让他明晚来国公府。是。小姐，老爷和老夫人特意叫你一起用早膳，他们还说您不必着急，收拾妥当再过去就行。小姐，咱们去吗？去。为什么不去？正好看看什么叫嘴脸。这个初儿这么久了还不过来，让2个长辈等1个小辈，这太不像话了。罢了，不是你让人去说，让初儿不必着急的。我看呀，这是进了一趟宫，长了脸，那人就飘了。现在连我这个当爹的都不放在眼里。爹爹和祖母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啊。初儿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昨天睡得晚，今天就起晚了，让爹爹和祖母久等了。无妨无妨，你昨晚累了，快坐下用膳吧。快坐。看吧，别人对你的态度永远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。外人如此，亲人也同样如此。初儿，你和那位太子殿下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与太子殿下是偶然在街上认识，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太子。那太子有没有说过要立你为妃呀？这要是成了太子妃，那日后当了皇后，哎呀，那咱们江家可就有了真正的依靠和荣耀啊！啊！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工具罢了，一个以前没用，现在却能替家族带来利益的工具。太子殿下的确说过要娶我为妃，不过皇后娘娘不同意。那一定是你娘干的那些坏事儿，影响了你当太子妃。唉，罢了罢了，既然太子能认定，那太子妃的位置也就是你的了。若是周姨娘陷害我的事做实，爹爹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？周姨娘，那竟敢在你的衣服上下毒，这件事儿，爹爹绝不插手。是吗？我倒挺想看看我这个爹一会儿怎么自己打自己的脸。老爷，府衙那边来了人，说是有事要跟您说。如果是周姨娘的事情，我绝不插手啊！那是府衙该怎么罚，那就怎么罚。下去，下去。老爷，要不您还是让人进来，先听是什么事吧。哎呀，那便让人进来吧。有什么事吗？相国大人，
是关于您那位姨娘的事。昨晚我们审问了几句，她就晕倒了。什么？说晕就晕了啊？那明显是为了逃避审问，装样子。我们想着相国您的叮嘱，不敢怠慢，连忙找了个大夫来看。结果大夫查出你那位姨娘已经有了快2个月的身孕。周姨娘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相国大人，您要作何处置？周姨娘那是自作自受啊，但是她肚里的孩子那可是你的亲弟弟啊。是。爹知道你有很多委屈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你就尽管说出。爹爹不是已经有了决断了吗？死，未免太便宜周姨娘这种人。我要的从来都是诛心。爹爹想去接，那就去接，饭我就不吃了，您和祖母慢慢吃。你这个丫头何时变得如此牙尖嘴利、心思深沉，让完全琢磨不透。一只，两只头上，他们竟然敢对你用刑，这啊！是因为江主进那个小贱人，可眼下也只能压下这口气。老爷，一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胡说什么？能见到，能见到啊！哎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姨娘扶进去！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全府上下所有人，那得打起100分的精神，好好伺候姨娘啊！我扶您进去啊！娘，我总觉得我们被害得这么惨，这件事情那不是个巧合，都是江初姬搞的鬼。那个小贱人扮猪吃老虎，借太子的手来处置我们娘俩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这么聪明？之前是我们小瞧了他，才会在他身上吃这么大的亏。得亏我这肚子争气。虽然太子看上了江初姬，但皇后绝不会让一个通奸贱妇的女儿当上太子妃，她不过是一时得意罢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洛儿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太子妃的位置就是你。娘，可是现在太子喜欢的是江书记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呀？太子喜不喜欢你不重要，只要你恳求皇后娘娘为你和太子赐婚，那江初季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，到时候再收拾他也不迟。没想到我这么有面子，大晚上国公爷亲自来接我。上来坐好。今天怎么这么乖？不是大人上次警告我说不会放任我次次惹火，我担心我不乖，在大人面前小命难保。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残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出来也不看看天色，今夜有雨，这么晚还穿这么少。我是故意穿这么少的，我就是想让大人像现在这样注意到我，看着我，心疼我。你倒是坦诚。我在大人面前一向坦诚，不是吗？嘴闭上。就知道这人嘴硬心软，口嫌体直。上次我寄给大人的碎片，大人收到了吗？该不会都没看见，跟信封一起扔了吧？
给萧乾的是一枚簪子，到我这里就是一个茶杯碎片。你倒是越来越省事儿，搞批发也就算了，东西还越来越不值钱。那些给别人的东西，给了就给。那茶杯碎片，我自己还留了一片当纪念的，我跟大人一人一片。怕打雷？不怕，你脸都白了。我装的。怕就别听了。这可比在那冷冰冰又硬邦邦的坐垫上坐着舒服太多。别乱动。大人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，神面兽心。回去。不想回去了，还是抱着大人比较舒服。汪小姐，我来给您提醒。谢谢你，莫姐，你人真好。江小姐客气了。没记错，30号谢谢。啊，原来还可以这样啊！那我刚才岂不是抢了主子原本要干的活？大人，已经把事情都从这人嘴里问清楚了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小姐再也不敢了啊！再也不敢了。此人名叫李治，当年是他受了那位姨娘的好处，迷晕哑巴，制造出其与陈夫人通奸的假象。能不能给我一把刀？你若想杀他，我替你动手。不用，那你要刀做什么？我想亲自割了他的舌头。江儿小姐，请。江儿小姐，学的是为当年夫人报仇，可怎么会搭上莫迟霄这个大人物？我想亲自割了他的舌头。江儿小姐，请。还是让莫九做吧，没必要让这种人脏了你的手。是。谢谢大人了。人已经见了，你现在要回相府吗？大人是想送我回去吗？随你。那就劳烦大人了。叹什么气？我在想，怎么不打雷了？你不是害怕的？怕是怕，不过不打雷的话，就没有理由被大人抱着了。不打雷，可以抱抱吗？恃宠而骄。这次老实点，别乱动。这次老实点，别乱动。那大人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等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大人要送我什么？
小心点玩，这把匕首留给你以后防身。就我那点三脚猫功夫，拿着这匕首有什么用？不是让你拿着这个匕首与人家争斗，而是在京城内，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你把这把匕首拿出来，比较管用。哪有第一次给女孩子送礼物就送刀的？未免也太没有心。难道你之前送我的茶杯碎片就很有新意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和大人同甘共苦。太子殿下，你家小姐呢？殿下，我家小姐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天这么晚了还下着雨，她去哪儿了？我家小姐去哪儿了？她也没告诉我。不过看时间，她应该快回来了。我去屋里等。佳儿小姐，去哪儿？是在这里等你呢。殿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先别说了，我们先行了啊。拿一条手巾过来，给你家小姐擦脸。是。你晚上一个人去哪儿了？今夜雨大，相府外面有几只小猫，我很担心它们，所以去看看。你傻不傻呀？猫哪有你自己重要？这披风不是舒国公的吗？难道？殿下才傻，这么冷，这么晚，又下着这么大的雨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佳儿小姐，难道你不想见我吗？可是如此，皇后娘娘知道了，一定会生气的。那便让她起，我不想管她。我只想见你，我只想见你。殿下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。为什么？我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所以知道母爱可贵。皇后娘娘既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与殿下终究没有可能。你还是走吧。天子身为母后，江二小姐是如此，不该承受这些痛苦。都怪我不好。我不该只想着自己，就这样跑过来找你。我也只想着能让你接受我。这样，你先休息，等你睡着了，我就回去，行吗？你呢，就先睡吧，我在这守着你。为什么男人却喜欢半切感动自己的事？我都没换衣服，没洗漱，怎么睡？而且被人盯着，还能睡着？那我一定早点睡着。今天这么冷，殿下又淋了雨，小心不要着凉了。我知道，你睡觉，
不用担心我。殿下，您出宫的消息瞒不住太久，万一皇后娘娘知晓，有失相府。回宫。是。儿臣参见母后。钱儿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儿臣去哪儿？母后猜不到吗？你大晚上出宫去了相府，去见江初季。是，又如何？儿臣的私事，母后也要管。他就是故意接近你这个太子，勾引你，为了借你上位。勾引我？母后知道他拒绝了我几次，就是因为你不喜欢他，他现在都不敢跟我多说一句话。那这不过是欲拒还迎，就是为了拿捏你。那便拿捏我。别说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就算他是，以后我得到天下，得到他，他想要什么我便给他什么，又如何？我这狠厉杀伐果断的儿子，却会如此为一个女人出轨。这个江初季就是个祸水，日后必定会脸皮后悔。儿臣累了，好，好，好。娘娘，太子殿下也是一时被那位相府千金迷惑，您不要太过生气，免得牵坏身子。明日一早，本宫就去面见皇上，让他给钱儿与江洛威赐婚，也要断了钱儿的念想。娘亲，初儿。你来了，娘亲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事情在今天解决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初儿，娘都听你的。娘亲，你先收拾东西，待会儿我们去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今日一早，宫里下了圣旨。皇上要把江洛威赐给太子殿下当太子妃。初儿，这是……娘亲放心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傅林，你先陪娘亲收拾东西。是，小姐。看来皇后比我想象中还要沉不住气。可人一着急就容易犯错，她在亲手为这件事更添一把火。洛儿，这真是太好了啊！这次有了陛下赐婚，你成为太子妃的事就是板上钉钉啊！你要记住，可要为咱们江家争脸呐！啊！还是我们洛儿好，不像那个出丫头，以为讨得太子欢心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不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。别再提这个丫头了，如果不是她从中作梗，那太子和洛儿的事儿又怎么会一波三折？就是啊，爹。如今我和太子的婚事已经定了，那个死丫头竟然还敢缠着太子不放。我担心，若是她一直这么纠缠下去，太子会因此冷落我啊，爹。他如果再敢纠缠太子，影响你俩的婚事，我定不饶他。先把他关禁闭，等到洛儿和太子成婚后，再考虑把他放出来。
娘，你果然没有说错。如今皇后已经答应了我和太子的婚事，以后在相府再也没有那个贱人的容身之地。洛儿，只要那个小贱人一日不出，元娘便一日不得安心。谁知道他又会长出什么幺蛾子来？我要他死！我要他死！娘，可他毕竟也是相府的血脉，想要除掉他，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吧。那我就给他再添把火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娘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就去告诉老爷和老夫人，说我这肚子里的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一枝，这是怎么了啊？老爷，你可算来了。你若是再不来的话，恐怕一枝肚子里的孩子都要保不住了。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初儿妹妹，她怨恨我抢了她太子妃的位置，便到芳华园来找我麻烦。我娘也是好心劝说，却被她一把推到了地上。反了，这是要反了天了啊！究竟是谁给他胆子，竟敢对自己的姨娘下狠手？果真是要反了！这个楚丫头，当真好狠毒的心，她自己不成器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想祸害我相府血脉，绝不可轻易饶了她。一枝，父亲，你怎么样？这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初儿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初儿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元川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替他辩解？大哥，他那人畜无害的样子都是他装出来的，你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去，把他给我找回来，我要看心肠到底有多狠毒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了。逆女，快，赶紧给你的姨娘跪下道歉！爹爹没有调查清楚就把罪名安插在我的身上，果然，我一直在你的眼里就一文不值。是悔改，早知道就不该把你这个害人精接回来。你说是就是吧，我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初儿，这事真的是你做的，你太过分了。哥哥也这么认为，还好从一开始我就没对你抱什么希望。初儿，我知道你对洛儿有怨，但你也不能迫害我的孩子，他可是你的至亲啊！演的可真好，看你演的这么累，不如我索性就帮你。平日里的乖巧懂事都是装的。没错，我装无辜装可怜，为的就是活下来，找你们算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们江家可都亏待于你。你们江家不仅亏待我，更亏待我的母亲。我母亲遭人陷害的时候，我就不信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过就是想将错就错而已。你娘亲为人不检点也就罢了，连她的女儿也是个白眼狼啊！闭嘴，老东西！你将我的母亲脱光衣服当众羞辱，就因为我不是个带把儿的，还迁怒到我身上。
我早就在你那只簪子里下了毒。像你这种为老不尊的东西，就该早点死。娘，楚儿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对祖母动手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三道四？你的母亲和妹妹遭人陷害欺辱，你却只会把错误归咎在我们身上，真是没用！江初姬，如此算计我们一家人，你无法遭报应吗？那也应该是你遭报应。怎么样，蛊虫的滋味好受吗？蛊虫的滋味好受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肚子里的那只蛊虫，正是你下在我饭菜里那只，惊不惊喜？你贱我！那是你活该。江初姬，就算你擅长算计又如何？我当上了太子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谁说我要娶你了？太子殿下，他江初姬就是一个蛇蝎毒妇，你可要替人家做主啊！滚开！江儿小姐，我不会在乎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你喜欢我，就足够了。谁说我？不要自作多情。可你明明……我喜欢你也是装的，只不过是想利用你吧。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？为了替他报仇。他是谁？一个早就被你和江洛威折磨致死的可怜人。江小姐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和江洛威之前就不认识，更不会和他害什么人呀。江小姐，嫁给我。呸！你不配。你是不是喜欢莫迟霄？你祖爹那件斗篷是莫迟霄的。没错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怎么了？从头到尾，我不过就是在玩弄你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莫迟霄现在已经死，你只能是我一个人了，没人能从我身边。是吗？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父王明明已经是，他确实派人刺杀我，但我早有准备。现在整个皇宫已经被我拿下了。不可能！大人，这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江书记，我就算是做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终究是我们错了，该罚。初儿，都是爹不好啊！哎，这都是一只母女搞的鬼啊！与我无关，还请你饶恕爹啊！原谅我，原谅我，带走。大人，我还可以在您面前继续惹火。你说呢？